这绝对是你4月必追的小南娘，刚出生时一抬手就把城堡给炸了，拥有与生俱来的超强魔法天赋。然而前世的洛伊德却只是个天赋平庸的平民，拼尽全力也只能放出一个小火球，连贵族的衣角都没沾到就散了，最终只能被火焰吞噬。但他却被贵族的魔法深深折服，谁能想到一转眼他也转生成了拥有得天独厚天赋的贵族，而且还是沙鲁姆王国的第7王子。这辈子的他终于可以专心钻研魔法了。转眼间几年过去，7王子也长成了漂亮小南娘。因为长得太好看，他每天都要和女仆们斗智斗勇，好不容易才从他们手中逃脱，来到了宫廷图书馆。结果刚抽出一本魔法书，准备如饥似渴的吸收魔法知识，就被教他剑术的女仆希路法给拿走了。洛伊德只能乖乖跟着希路法去庭院中练剑。他不明白希路法为什么对自己这么上心，因为7王子和兄长们的年龄差距过大，注定无缘王位。更何况他自己也不是很想当国王，而希路法教育他，王位并不能代表一切，身为王族的一员就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剑术素养。说着又发起了进攻，洛伊德只能重新提起剑，勉力抵挡。看到王子殿下小年纪就能和自己打得有来有回，希路法愈发兴奋。殊不知正是因为洛伊德悄悄用魔法作弊了，他利用控制系魔法投影希路法的动作，这样就相当于希路法是在和镜像的自己战斗。当然出于身体素质和力量的差距，洛伊德依旧会略输一筹。不过今天他打算再用一些别的作弊方式，给自己下个生命成长和身体强化的 buff。 木剑硬生生长了一截，身体也漂浮了起来，这样和希路法打起来就更加游刃有余了。两人在庭院中进行了一番激烈的对决，洛伊德则是等到希路法习惯这种作战方式后，突然解除投影，做出了不同的行动，瞬间闪现到希路法身后发起进攻。万没想到希路法反手就用木剑挡了下来，还戳穿了洛伊德的作弊事实。但他并没有生气，反而更加怜爱洛伊德了。小年纪竟然能同时发动2种魔法，我的洛伊德殿下果然是天才呢。而可怜的洛伊德只能被希路法玩弄于股掌之间，更不敢告诉他其实自己还使用了控制性魔法和身体强化，也就是同时发动了4种魔法。而洛伊德一天中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泡澡，毕竟要被一群女仆大姐姐围着玩弄，这些女仆还在互相争夺。看到洛伊德拼命挣扎，就吓他如果不听话的话，可是会被禁书魔人吃掉的哦。禁书魔人是宫廷里的一个传闻，据说很久以前曾将这个王国逼到濒临毁灭，依靠众多魔法师的牺牲，才终于将他封印到了书里，名叫古利莫瓦。洛伊德瞬间对这个魔人产生了兴趣，听到希路法说魔人被封印在城堡地下的禁书库里，就趁着大姐姐们争抢自己的时候，悄悄从浴池里溜达出去，隐身来到了那个地下的禁书库。虽然成功骗过了守卫，可禁书库的大门却被由10名魔法师施展的最强结界守护着。然而这个结界却被洛伊德一击击碎。进去之后，洛伊德就亢奋了起来，随手挑了几本魔法书，准备好好研究一下。结果其中一本书突然飞了起来，一只被禁锢的魔人冲出书本，想要忽悠洛伊德帮他解开封印。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古利莫瓦。一开始魔人想用金子诱惑洛伊德，却被洛伊德嘲讽，你的生成魔法的水准也太低了，就用石头摁生啊，纯度过低，内部结构也很松散。古利莫瓦被说的颜面无存，心想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，见金钱诱惑不行，又开始使用魔法诱惑。只要洛伊德愿意把他放出来，他就可以教他几百年前就失传的古代魔法。洛伊德果然不负众望的心动了，毫不犹豫就帮古利莫瓦解除了封印，然后开始施展美人计，求求你了，快教教我古代魔法吧。结果古利莫瓦对着他反手就是一记黑闪炮，你小子过河拆桥是吧？可他万没想到，洛伊德居然毫发无伤，整个人被一个球包裹，正在里面称赞他的古代魔法，还请求古利莫瓦让自己再见识一下。古利莫瓦勃然大怒，别把老子看扁了呀！然后就开始一发又一发的释放黑闪炮，却根本冲不破洛伊德的屏障。此时的洛伊德已经兴奋了起来，好想亲身体验一下这个魔法的效果呀！说着就用手勾了一丝魔力进来，任由自己的手指被灼伤，仔细观察其中的术式和构成，研究完毕后就将其吹散，魅惑的舔了一下自己受伤的手指，小眼神像钩子一样勾着古利莫瓦，赶紧再让我见识一下下一招呀！这个古利莫瓦还真是有求必应，直接变出2颗头，同时咏唱不同的咒语，于是一发合二为一的螺旋黑闪炮直冲洛伊德而去。洛伊德对这种咏唱
唱方式非常感兴趣，对古力莫瓦的攻击魔法也非常感兴趣，哪怕那个所谓的上位魔法根本无法伤他分毫。看到这一幕的古力莫瓦大受打击，想逃跑，却发现这里已经被结界包裹。而接下来洛伊德又说想见识一下他的防御魔法，说完后手指一点，就是一发超位魔法炎烈球，巨大的火球在结界内熊熊燃烧，把古力莫瓦烧得体无完肤，跪地求饶。结果下一秒，这小孩就把一片狼藉的禁书库恢复如初，看来真是个魔法天才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古力莫瓦当场就说愿意做洛伊德的魔宠，还变成了这副可爱的模样，打算待在洛伊德身边，伺机支配他。结果一靠近小南娘，就感觉自己快要被漆黑浓密的魔力给吞噬了。这小南娘简直就是魔力的怪物啊！而洛伊德的恐怖不仅在于魔力浓厚，更在于他那离谱的学习能力。这天，洛伊德的二哥阿尔贝特喊他一起出去玩。这个阿尔贝特文武双全，是竞争下一任国王的有力人选，能够自由使用城里的各种设施，所以洛伊德很喜欢跟他一起玩，毕竟难得有机会使用射击魔法。等兄长射完后，洛伊德也走上前去，并不打算引人注目的他，干脆让每个火球都转个弯，擦过标靶，嗖数发火球下去，每一发都是刚好擦过靶子。一些愚蠢的贵族还在那里嘲讽，只有阿尔贝特笑而不语，知道这个弟弟又想研究魔法了，就贴心的带着所有人离开，让洛伊德自己留在这里玩。洛伊德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练习一下古力莫瓦上次使用过的二重咏唱。古力莫瓦大为震惊，赶紧表示那不可能的，他能使出二重咏唱是因为可以变出2张嘴，难不成洛伊德也有2张嘴吗？却见对方摘下了手套，居然直接将它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。好家伙，你也是宿傩是吧？这样的洛伊德就能在手上开嘴了。他让古力莫瓦咏唱炎烈火球，自己咏唱另一个魔法。结果咏唱刚开始，古力莫瓦就受不住了，这什么鬼玩意儿？原来洛伊德使用了皱纹术的技术。所谓皱纹术，就是简略皱纹咏唱的技术，将复数皱纹总括为一并进行咏唱，这样就能缩短发动皱纹的时间了。而洛伊德刚刚就是把100个皱纹塞在了同一节里咏唱，他自己说的不以为意，却听得古力莫瓦心惊胆战。毕竟哪怕是他，顶多也只能缩到2到3节呀。洛伊德也是没有想到古力莫瓦居然这么菜，就干脆另外分了一个意识在手掌心，这样他就能独自咏唱了，而且还是同时咏唱2种上位魔法。洛伊德气场全开，一边是炎烈火球，一边是龙烈水球，2种上位魔法的术式开始逐渐交织在一起，最终合为一体。悬空在正中央的洛伊德往空中一指，磅礴的七彩魔力直冲云霄，整座王城都在为之震动。与此同时，2王子的拥趸正在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去拉拢7王子这个小废物呢？2王子嘲笑他们有眼无珠，刚刚他可是看得很清楚，洛伊德的火球以相同的方式擦过了所有标靶，一看就是故意操控的。他这个弟弟是真正的魔法天才，如果能拉拢他，将来一定会成为自己的一大助力。说不定这一会儿弟弟已经把所有的标靶都射穿了。愚蠢贵族心说怎么可能，就跑到窗边去看，发现外面的天突然就黑了。谁也没有想到，洛伊德第一次使用双重咏唱，就直接炸开了天空，夜空裸露出了一大片。还沉浸在魔法余韵中的洛伊德毫无察觉，直到睁开眼睛才意识到自己似乎闯了大祸，吓得赶紧喊着变回来变回来。结果天空就真的变回来了。古力莫瓦那是心有余悸，更加坚定了以后绝不能惹这位小祖宗的想法。当然他的最终目的还是占据洛伊德的肉体。洛伊德对此毫无察觉，看到报纸上说 A 级冒险团成功攻略了高难度地下城，还带回了各种带有魔力的道具，他也忍不住对传说中的地下城产生了兴趣。但是悄悄溜出城堡肯定会被女仆姐姐们发现，尤其是吸路法那家伙。洛伊德就掏出一枚象石，吹了口气，小象石就变成了一个长得和他一模一样的小南娘。其实做到这种程度已经能糊弄绝大部分人了，可这个绝大部分却不包括吸路法，毕竟那可是个连洛伊德长高了0.7毫米都能看出来的变态呀。于是这次他把古力
莫瓦的一部分意识留了下来，而且两人还能随时随地的联系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古利莫瓦这也算是如愿以偿占据了洛伊德的身体，立马对着镜子好好欣赏了一下自己的容颜。本来打算趁洛伊德不在，利用这个好机会干点坏事的，结果洛伊德突然在那边感慨，收你当我的魔宠真是正确的选择，害得古利莫瓦瞬间感动落泪。而洛伊德此时已经飞出了城堡，就是不知道地下城在哪里，突然看见一个丸子头美少女正在和一群魔物战斗，美少女以1敌10，3两下就将那群半兽人尽数解决。洛伊德却注意到对方与众不同的呼吸方式，他之前听说过异国存在一种透过呼吸将名为气的能量循环于体内，并借此发挥出惊人力量的术法。还没想好怎么跟那个少女打招呼，对方就已经发现了她的存在。可是这样贸然出去的话，肯定会被认出是王国的七王子。慌乱之间，洛伊德给自己捏了个新形象，虽然是他自己和二哥的集合体，既有二王子的温柔帅气，又有他自己这个小男孩的魅惑，瞬间就把少女小桃迷得七荤八素。小桃下定决心要让这个帅哥成为自己的男朋友。听说他想去探索地下城，立刻就把洛伊德带到了地下城入口，一路拳打魔物，脚踢兽人，想对心上人展示自己的力量。结果洛伊德忙着收集那些发光石头，压根没再看。两人就这么一路前进。晚上扎营休息的时候，洛伊德提起了小桃那特殊的修炼方式，还尝试像小桃那样进行特殊呼吸，但是一开始会特别痛苦，肺部根本承受不住。即便如此，洛伊德还在坚持，甚至越来越兴奋了，因为他的确感觉到了存在于体内不同于魔力的另一种能量，这种能量可以活用，也可以和魔力彼此互通。看到洛伊德这么感兴趣，小桃就主动表示可以教教他。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离开地下城前都不可以中断那个呼吸方式。洛伊德自然是求之不得，跟着小桃一起过5关斩6将，连地下城的头目灰狼都轻松解决。对面放着的宝箱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了。洛伊德对这种东西非常感兴趣，此时的他已经适应了气质呼吸。小桃注意到后忍不住惊叹，总算给自己逮到一个优质男了。他已经连自己和洛伊德的孩子叫什么都已经想好了。洛伊德的注意力却全都放在了宝箱上，结果小桃刚一打开那个宝箱，里面就飞出一道锋刃，连地面都被划出一道鸿沟。还好洛伊德眼疾手快，拉着小桃躲到了一边。紧接着宝箱完全大开，从里面居然飞出来个低配古王，难不成这玩意儿才是地下城的真正头目吗？